加拿大胆子不小，扬言要帮人民币推翻美元霸权。加拿大这是铁了心要上桌吃饭了，这已经不是背刺漂亮国了，这是当着全世界的面给了美元霸权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董王大概还在白宫琢磨着怎么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个州呢，结果人家卡尼直接冲着他家钱袋子美元开刀了。你说这是真杠上了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加拿大这一招到底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咱，还是自己日子过不下去了来找个靠山？5月28号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，你们感受一下这个地点，纽约经济俱乐部，华尔街的大本营。卡尼开口就直接点了美元的死穴，他用最直白的话说，人民币目前的全球地位和经济规模太不匹配了，还处于边缘位置。言下之意就是加拿大和咱妈联手帮咱推一把，人民币迟早得跟美元平起平坐。你可能会问，光嘴炮有啥用？卡尼又不傻，他真正的大招早就悄悄摆上桌面了。其实早在2026年1月卡尼访华时，双方就悄悄完成了一桩大买卖，续签了2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。2000亿，兄弟们，这是真金白银的数字，这笔钱意味着什么？往常中加做生意中间必须绕一道美元，中国企业出口到加拿大先收美元再换成人民币，中间被美国政府监控个底儿掉不说，每走一笔钱都得给美国的银行交手续费。但本币互换协议一签，这2000亿额度以内，中国和加拿大之间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和加元来结算，完全把美元排除在外。而且这事儿不是纸面工程，协议签完之后，银行系统马上对接。中国工商银行在多伦多和温哥华设立了人民币清算中心，加拿大银行也接入了中国的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给美元在北美市场撕开了一道大口子，每成交一笔生意，美元就损失一笔过路费。美国想用金融武器来制裁中加贸易，门儿都没有。很多人看不懂，加拿大不是美国最铁的小弟吗？军事上跟美国穿一条裤子，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，为什么跳起来给自己的老大哥拆台？不是加拿大不忠诚，是美国这碗饭实在吃不下去了。这几年加拿大被美国欺负成啥样了？不说没人知道。关税大棒说抡就抡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026年5月公开表示，特朗普政府打算继续维持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政策，还说美加之间存在重大贸易问题，分歧很难化解，甚至美墨要谈修订北美自贸协定，直接不带加拿大玩了。更惨的是经济本身，2026年第一季度，加拿大经济陷入技术性衰退 ，GDP 年化环比下降0.1%，这是2020年以来首次出现技术性衰退，出口在垮，企业在垮，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，贸易赤字也在恶化。2026年2月，赤字扩大到57亿加元，进口创下历史新高，主要进口的是美国运来的黄金，所以情况一目了然。大哥不带你玩了，还从你口袋里掏钱，你国内经济又撑不住了，这时候不赶紧找新靠山，等着饿死吗？难道？卡尼的算盘打得啪啪响，美国不让我的产品赚钱，那我去中国卖农产品、卖矿产、卖菜籽油总行吧？中国市场那么大，缺啥买啥，我还能跟中国搞货币互换，绕过美元结算，省出来的汇兑成本全是利润。但问题也来了，加拿大帮忙，人民币真的能挑战美元吗？先看数据，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占比56.77%，人民币只有2.2%。单看这个比例，人民币差美元差出一大截。但别忘了，15年前跨境交易用人民币的结算比例几乎为0，如今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%，从0到1半，只用了一届奥运会的时间。更厉害的是，过去1年人民币以光速推进 ，CIPS 单日交易量突破10000亿大关，外资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激增了4倍，中东国家开始用人民币结算石油。卡尼自己也说了，他相信人民币未来有望与美元一同成为全球储备货币。不过很多人心里还是打鼓，就算 CIPS 再牛，人民币储备地位就那么2.2%，加拿大跳出来表个态能翻了天？那你得了解卡尼这个人，他不是普通政客，这位总理的头衔惊人，出身更是高盛，加拿大央行行长、英国央行行长，
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，是全球金融体系里顶尖玩家。在2019年，所有人都还觉得人民币国际化是遥远的事，卡尼就公开预测人民币将成为全球储备货币。2024年，他以彭博董事长身份访华时，就已经在反复推动此事。现在他有实权了，他是来真的。所以加拿大这份人情对人民币意味深远。在全球盟友体系里，你推 CIPS 搞货币互换，首先需要另外一个拥有庞大规模经济体的信用背书。加拿大正是这个背书，它一站在人民币这边，至少有一大批观望中的中等国家会迅速跟拍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觉得加拿大简直是中国的铁哥们儿了，但事儿没有这么简单。商人重利，政客一样重利。他在纽约演讲里说了什么？一边讲让人民币国际化，一边又转头夸美国是全球最有活力、韧性和创新力的国家，还喊出强大的加拿大助力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。更离谱的是，卡尼前脚对媒体说要帮人民币，后脚加拿大的军舰就通过了台湾海峡。卡尼心里有数，彻底翻脸美国不行，但是不跟中国做生意也不行。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，一个被认为最友好的盟友，两边都讨好处，这种平衡很难维持。但卡尼必须这么做，对中国喊话拉住经济合作，对美国喊话我们没叛变，甚至故意做点小挑衅，保持自己在美国阵营的忠诚度。而且他对中国的承诺，目前主要靠的是货币互换加表态支持。真正要帮人民币全面国际化，需要更多实际行动，比如让加拿大央行正式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，推动更多加拿大企业强制用人民币结算。这些目前还没落地，所以这份投名状有多大含金量，还得继续看。